说真的，你一开始看到 Notebook LM 这一次更新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觉得就这？对，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。表面上这份更新清单简直是个空包蛋，完全没有亮点。但实测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天哪，小丑竟然是我自己！这其实是 Google 偷偷藏的一个超级大招。这是解析，我们就来把底裤扒开，好好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药。乍看之下，你大概只会注意到一些无关紧要的 UI 微调，对吧？像是幻灯片旁边多了一根小铅笔图示，或者音讯预览那边多了一个可以打字的框框。如果你只看表面，真的会觉得哈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但别急，这层极具欺骗性的外衣底下，其实完美掩盖了一次史诗级的底层大升级。眼睛看到的绝对不是全部的真相哦。因为现实状况是，Google 居然不声不响地把整个后台引擎直接偷换成了目前最强的 Gemini 3.1 Pro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它的上下文视窗一口气塞满了100万个 token，100万呢，大概就是2000页文件的厚度，就这样硬生生吞下去。而且系统指令的字数上限直接暴增了整整20倍，这哪里是微调？这根本是直接帮它换了一口超跑的引擎啊！既然换了新引擎，那我们立刻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，来看看怎么利用这股新力量，打破那些原本让人超火大的系统限制。首先呢，你绝对遇过这个让人超崩溃的状况，你叫 Notebook LM 帮你改一张幻灯片，结果呢，它跑出了一张图层全部压扁、字跟图粘死在一起的图片，不管你滑鼠怎么狂点，就是改不了一个字。对需要做简报的人来说，这真的是废到笑，超级扣分。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超神的工作流可以破解它。重点就在于利用 Gemini Canvas 的隐藏漏洞。你先把 Notebook M 当作资料来源喂给 Gemini， 接着关键来了哦，你要手动指定它用 Canvas 模式来生成简报。最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你可以直接把它绘出成一份100%每一个字都可以自由编辑排版的 Google Slides。就这么简单几步，彻底终结那个图片不能改字的噩梦。搞定简报之后，紧接着就是下一个让人头痛的冲突点了。想象一下，你为了一个深度研究，一口气倒了30-40篇品质参差不齐的网页 PDF 进去，资讯量大爆炸，你到底该相信谁的观点？哪一篇才是最有料的？大脑真的很容易瞬间宕机，对吧？这时候，最新开放的 Data Table 功能就派上用场啦。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通通丢进去，强制 AI 当个无情的评分员，客观的帮你所有的来源打分数，排高低。你想知道哪篇观点最独特，哪篇数据最硬核，1秒钟全部摊在阳光下。你再也不用凭感觉瞎摸，动笔之前，你手上就已经有一份完美的神级优先级指南了。好。靠 AI 解决内部问题后，我们接着来看怎么突破外部阻碍。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这3大致命的痛点。大家做研究最怕看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红色错误警告。有时候你想用 Deep Research 或者直接贴个连结 ，Notebook LM 的伺服器就会被什么付费墙啦，或者是某些平台的反爬虫机制直接无情阻挡。明明显示汇入成功，结果点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片空白，这真的会让人抓狂。要救活这些死掉的连接，你需要这个秘密武器，一个叫 Jetpack 的开源扩充功能。它聪明的地方在哪？既然伺服器端被挡了，那它就直接借用你本机端的浏览器去读取网页内容，直接转成干净的 Markdown 格式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送到你的笔记本里。原本只能删掉的废连结，现在1秒满血复活。再来还有一个超大的痛点，特别是免费用户，你一定会撞上一道坚硬的大墙，上线就是死死的50个来源。这对我们这些需要做大量深度研究的人来说，根本就不够塞牙缝啊。但 Jetpack 带来了一个超级暴力的骇客玩法。你在逛网页的时候，可以把最多20篇文章先加进清单，然后一键把它们缝合成单一个巨大的 PDF 再汇入。听懂了吗？原本要消耗你20个宝贵额度的心血，现在竟然只占用1个配额。免费版的上限就这样被我们直接硬生生撑大了20倍。其实还不止这样，它根本是个省时大杀器。它可以帮你自动汇入那种架构超复杂的文件网站，或是把你跟聊天机器人聊了1下午的对话，直接去无存菁抓出关键问答。
连 Podcast 音讯都能直接下载，甚至能用 RSS 批量汇入。这些神级自动化操作，绝对让你的资料收集效率直接起飞。好，战术层面的痛点我们都搞定了，现在让我们拉高视角，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重点。Notebook LM 是怎么从一个工具终极进化成智能体的？这边有个实测案例，真的会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当时我们只是请 Notebook LM 帮忙写一段生成音讯的提示词，结果呢，他没有随便丢个公版范例敷衍了事，他自己把来源文件读懂了，写出了一段超专业，完全是导演视角的指令。然后最扯的是，他竟然主动开口问，需要我直接帮你按下生成按钮吗？没错，他自己调用了内部功能，把这一切给办妥了。这完美印证了这一次更新最核心的意义。有了 Gemini 3.1 Pro 的加持， Notebook LM 已经默默跨过了一条界限。它再也不是那个像图书馆员一样只会乖乖等你发问的被动知识库了，它正在产生化学反应，彻底进化成一个有主动执行力的自主 AI 智能体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表面限制现在都被我们狠狠砸碎了，工具的潜力已经彻底释放。你可以直接去 GitHub 抓这个开源的 Jetpack 扩充功能下来自己玩玩看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现在你背后有这么强悍的智能体在撑腰，你打算拿它来打造什么样的第二大脑呢？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更深入的 AI 工具实战解析，确保你已经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在下一次的深度解析不见不散。